这2年，随着台海局势的逐步升级，美军也开始认真考虑，一旦美军要介入台海冲突与解放军作战，应当如何谋取胜利。而不管是与韩国连续在半岛进行大规模演习，还是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协定，将美军重新部署回菲律宾，并与菲律宾在南海进行实弹打靶，挑动我国神经，都是美国所想的办法。美军在亚太面对我军时遭遇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总兵力和战场可用兵力都严重不足，前者与美军规模有关，后者与美军在亚太可用基地数量有关。总兵力数量不用说了，美军现在海空军规模与技术装备数量都没有比我军多出明显优势，还得维持全球部署，能投入亚太的数量自然是远少于我军面对台海、南海2大战区的。而可用基地数量上，我军在整个沿海地区的海空军基地密集连续，数量茫茫多，而美军在亚太只有日韩寥寥几个，不足我军的一个零头。可用基地数量与可投入兵力数量是正相关的，显然给一个空军基地里面丢300个战斗机不是这么明智的想法。而美军想要重返菲律宾，也是为了能多找出来几个基地，能多部署一些空军战术战斗机到南海方向。不过有菲律宾基地也依然远远不足，算上菲律宾后，区20个基地数量远不足以支撑起美国所要的野心。但想要继续在我国周边找更多的基地，显然也不现实了。老挝、柬埔寨这2个自然不必说。越南虽然与美军有合作，但也没有密切到让美军大规模进驻的程度。蒙古倒是有可能欢迎美军，但是他们被中俄完全包围，是个内陆国。既然靠外交找不出更多基地了，美国人也就想起了他们的老本行抢。最近美军流出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参谋部战役规划，规划当中明确显示，美国正在对中国周边的每一个机场打战时征用的主意。按照美军的规划，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那美军应当尝试拿下一切中国周边机场，给美国的航空兵部队提供保障。这其中包括驻日驻菲的美军本就拥有的机场，也包括征用日本与菲律宾自己尚未向美军开放的军用机场，还包括了日本与菲律宾的民用机场，美军同样也去征用。除了这些机场之外，美军还应当出兵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抢夺这些国家的机场，给美军的飞机部署使用。按照这帮子参谋的计算这样美军就能在中国周边获得323个机场，实现基地数量上和我军的均势。根据美国人的规划，能在亚太有300多个机场，就能实现真正的空中力量优势了。一方面呢，美军可以拿更多的飞机；另一方面呢，则是美军现在正在规划的分布式作战，也只有在多机场的情况下才能运转起来。在拿下这么多基地后美军可以在每个机场当中预置少量的燃油弹药，然后每个机场呢只部署不超过10架战斗机，且不在同一个机场长期部署。这样的分布式作战能够有效增加我军的打击难度，减少我军火箭军与空军打击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像以前那样把大量战机放在同一个机场，那我军打击一个机场都能让美国人损失惨重，且损失短则数小时，长则数日的航空出动能力。而现在分布到300多个机场进行游击部署，每个机场几架飞机，只待短短几个小时就走。一方面呢，我军没法通过火力集袭的方式瘫痪美军的航空能力；另一方面呢，我军呢也没那么多弹药去针对300多个机场展开全面火力打击。那美国的高价值资产就安全多了，不用担心被我国火箭军拿下制空权。但这个想法纸面上看确实挺美好的很有那些美国参谋想当然的属性，但你要放在现实里，那就不怎么现实。这么长的战役规划，我们可以总结为，美军为了介入台海冲突，打赢和解放军对抗，首先要入侵多个东南亚主权国家。为了缓解美军相对解放军兵力不足的问题，要先派兵拿下多个中国周边的基地可谓是没有困难也得给自己制造困难美国人大概是忘了东南亚遍地都是会说话的书大概是忘了密林游击队的查理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了。是我们出于政治外交原因，不大可能对美国强行占领东南亚的机场发起火力打击，但当地的游击队，该国的政府军是可以与美军一起成长的。美军想要的是在中国导弹下安全的基地，但这些靠侵略拿来的基地那可安全不起来更何况美国当世界霸主，整个东南亚还没有一边倒到要与我们亲近，那也是出于一个不会被美军入侵的预期。美国人要是在东南亚搞大规模入侵行动，那就有可能是在自己霸权地位上狠狠地踹最后一脚了。不过美军列出的这份需要占领空军基地的清单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们没有将朝鲜半岛上的韩国空军基地放入名单当中。美国在暂时也不准备利用半岛上的任何基地美军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呢，倒是与本虎之前跟大家说的情况很类似
半岛上的机场将会面临朝鲜人民军的导弹部队以及火箭炮兵的直接打击，战时将会完全无法使用。美国战时是会将朝鲜半岛上的部队第一时间后撤的，一面想要在半岛挑衅，一面又知道这个半岛人民军不是好惹的，要后撤。美国人这个自相矛盾的水平他也是没得说。